大爷，这是排什么队啊？排队投胎。你也死了？什么死的？我加班来着。完了，明天版本上线怎么办？姓名：沈露。死因：加班。又一个，今年第13728个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的阳寿还没到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不该死。那我现在是错接了。错接？就是不该接你的时候把你接来了。你们地府做事这么不靠谱的吗？最近系统刚升级，有点 bug。bug？ 什么 bug？ 后台日志调出来我看看。沈露是吧？情况核实过了，确实是错接，但是呢……但是什么？还阳流程比较复杂，系统刚升级，走完流程大概要3个月。3个月？没办法，新系统嘛，你懂的。那我这3个月干什么？在这排队？那倒不用，我们会给你安排临时工作，包吃包住，还有工资。行吧，什么工作？第5店缺人。第5店是干什么的？审判恶鬼的。我一个产品经理去审判恶鬼？放心，不用你审判，你就打打杂。李德福生前不孝父母，将老母赶出家门，致其冻死街头，你可认罪？阎王饶命，我知错了，我下辈子一定好好孝顺。下辈子？哼哼，你生前作恶37年，死后还想轻飘飘投胎？判入教唤地狱，受刑300年，刑满后投畜生道。不要啊！放开我！我不要去！王爷，新来的临时工带到了。你就是那个错接的？是我。会写字吗？会。会算账吗？会。会做报表吗？这个我很擅长。生前做什么的？产品经理。把这个月的考核报表给他看看。啊？让他看看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。王爷这是病急乱投医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竹简？难怪业绩垫底。这数据确实有点惨。怎么样，看出什么了吗？你们这个流程太繁琐了，一个案子为什么要审3天？王爷坚持要查清每一个细节，不能冤枉任何一个鬼魂。精神可嘉，但是效率太低了。我们也知道，但王爷不肯改。一个坚持原则但不懂变通的领导，这种人最难搞了。我一个产品经理死了还要加班，而且是给阎王打工。算了，先干3个月，还阳了就跑。沈姑娘，睡了吗？还没。怎么了？丰都大帝的新政策下来了，王爷让你过去一趟。现在？现在。唉，地府也搞996。王爷找我什么事？你自己看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再往下看。相亲顾问？也不全是，这是补充条款。等等，让我当相亲对象？我也是刚知道。这谁定的？丰都大帝。他凭什么？凭他是 CEO。让我跟这个冰块脸相亲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拒绝。我也拒绝。可是拒绝的话，沈姑娘就要在地府待满3个月才能还阳，而且没有50年阳寿奖励。王爷这边呢，俸禄减半，考核加倍，本来就垫底了，再加倍的话，这个相亲是认真谈还是走个形式？
文书上写的是完成婚配任务，但没说一定要真结婚。意思是假相亲也行，只要能应付检查就行。王爷意下如何？你想怎么做？假相亲，走形式，互不干扰。你忙你的审判，我忙我的还阳。可以。成交。握手表示合作愉快，阳间的规矩。第一次约会，地点奈何桥，挺浪漫的。如果忽略旁边排队投胎的鬼魂的话，这儿。那个，今天天气不错啊。地府没有天气。你平时除了审判还干什么？看卷宗。然后呢？批文章。再然后呢？睡觉。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？没有。看画本吗？不看。听曲儿吗？不听。逛街吗？不逛。那你800年都在干嘛？工作。我以为我已经够卷了，没想到阎王比我还卷，难怪单身800年。走，我请你喝孟婆汤。我不需要投胎。不是投胎，就是尝尝味道。听说加珍珠的很好喝。孟婆汤加珍珠。哎呦，五殿阎王，您怎么来了？路过。这位是？我是他相亲对象。相亲对象？婆婆，2碗孟婆汤加珍珠的。哎，味道不错，有点像奶茶。怎么了？我不需要进食。那你800年没吃过东西？没必要。不吃东西，不娱乐，不休息，你到底是阎王还是机器？什么是机器？就是没有感情的工具。阎王本来就是工具。那个，我再问你个问题。问。你为什么800年不成亲？没时间。就这个原因？第5殿事务繁忙。可别的阎王也忙啊，人家不也成亲了？他们是他们。那你就没想过找个人作伴？作伴有什么用？可以聊天啊。我不需要聊天。可以一起吃饭。我不需要吃饭。油盐不进，铜墙铁壁，这相亲没法搞了。那个，今天挺什么？挺无聊的。确实。那下次不用约了，浪费时间。第一次约会，对方评价浪费时间。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？哦对，我已经死了。姑娘，约会不顺利，他说浪费时间。五殿阎王就是这个脾气，800年了，谁都看不上。那我怎么办？任务完不成，我还不了阳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追男人啊，不能硬来。此话怎讲？五殿阎王是什么人？工作狂。你跟他约会，他觉得浪费时间，那你就从工作下手。从工作下手，帮他把业绩搞上去，他自然就对你另眼相看了。婆婆，你这话有道理啊。我在这奈何桥边摆摊几千年，什么样的痴男怨女没见过？谢了婆婆，改天请你喝奶茶。这丫头有点意思。日均审判3.2件，地府平均12件，鬼魂等待时长67天，地府平均7天，满意度12%。这数据简直是地府之耻，不垫底才怪。问题出在哪儿？流程太长，效率太低，工具太落后。有了！阎王饶命啊！我生前只是偷了邻居家1只鸡，1只，好吧，2只，继续，3只，5只。生死簿上写的是37只。判入蒸笼地狱37天，1天1只。谢阎王开恩。站了一上午，有什么想说的？
王爷，我有个方案想给您看看。什么方案？流程优化方案。你一个临时工，临时工也是工。王爷请看，这是第5殿目前的审判流程，从鬼魂登记到最终判决，一共要经过23个步骤。这是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哦，不对，规矩是死的，人也是死的。你想说什么？第一，案件分级，罪行清晰，证据确凿的，比如刚才那个偷鸡的，走快速通道，半个时辰审完；疑难复杂的，再走正常流程。万一有冤情呢？生死簿上写的清清楚楚，37只鸡，能有什么冤情？鸡冤枉他了。第二，自助查询，让鬼魂自己先查生前罪孽，认罪的直接判，不认罪的再详细审，这样能省1半时间。自己查怎么查？搞个自助查询台，像阳间的自助取票机一样，鬼魂把手放上去，生前干的事儿就全显示出来。地府有这种东西？没有可以造。第三，生前回顾，搞个 VR 体验，就是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法术，让鬼魂自己看看生前干的事儿，看完还不认罪的再上刑。这个倒是有，叫夜镜。那就用夜镜，每个鬼魂审判前先照一遍夜镜，自己看看自己干的事儿，省得在堂上狡辩。你一个临时工操这么多心干什么？因为相亲推不动啊。什么意思？王爷不是说约会浪费时间吗？那我换个思路，帮你把业绩搞上去，上面就不会逼你成亲了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双赢。你倒是会变通。产品经理的基本素养。试试吧。真的？先闲行1个月，看看效果。成交。又要握手？合作愉快嘛。各位判官大人，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说一下流程改革的事。哼，一个临时工也配谈改革？这位大人，请问您在第5殿多少年了？500年。500年。第5殿的考核排名是多少？我帮您说吧。500年前倒数第3，现在倒数第1。500年退步2名，按这个速度，再过500年，第5殿就该被裁扯了。你一个临时工懂什么？我是不懂怎么当判官。日均审判3.2件，地府平均12件，这个数据各位不觉得丢人吗？我知道各位都是老前辈，经验丰富，但经验丰富不代表方法正确。这是王爷批准的优化方案，有意见的可以去找王爷谈。有意见？没有。从明天开始，按他说的办。虽然是个直男，但关键时刻还挺靠谱的。王爷，今天辛苦了。这是来地府之后，江度第一次对我说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王爷，你刚才为什么帮我说话？你的方案有道理。就这样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是护短呢。护什么短？护我呀，我不是你相亲对象吗？哎，你等等我！来到地府的第10天，新方案实行3天了，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审判效率提升了200%，鬼魂等待时长从67天降到了30天，满意度从12%升到了45%。法警说这是第5殿800年来最大的进步。江度看着坏表，嘴角动了动，原来冰块脸也是会笑的。来到地府的第15天，今天江度主动来找我了。我想请你吃饭。你不是不用吃饭吗？看着你吃。这也太奇怪了吧。那就当是感谢。感谢什么？感谢你帮第5殿。然后他就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这算什么？约会吗？不对，他不是说约会浪费时间吗？搞不懂。我就偷看了隔壁寡妇洗澡37次，怎么全记下来了？日均审判12.8件，满意度78%。作为产品经理，我很欣慰。沈姑娘，考核结果出来了。多少？第5名。正数，800年来第一次进前5。我在第5殿干了500年，终于不用被别的店嘲笑了。冰块脸也会笑啊。丫头，听说第5殿进前5啦？消息传这么快，整个地府都传遍了，都说5殿阎王走了狗屎运，捡了个宝贝。第1殿阎王秦晋，地府头号大反派。大反派，心眼比针尖还小，见不得别人好，专门给人使绊子。你就是那个临时工？是我。哼，听说第5堂业绩不错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一个阳间来的野鬼也敢在地府指手画脚？我不是野鬼，我是错接的，有正式临时工编制。我劝你识相点，早点滚回阳间，地府的水深淹死了没人捞你。多谢提醒，但我走不走，轮不到您管。嘴硬。对了，替我问候5殿阎王，告诉他第5名只是暂时的，下次考核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差距。丫头，
这人你得小心。他吃枪药了，我又没得罪他。你没得罪他，但你帮武殿翻身了。秦静这人，看谁出头就想把谁摁下去。总觉得秦静的话不只是威胁，他好像知道些什么。不对劲，我为什么会被错接？我是产品经理，太清楚系统 bug 的边界了。bug 可以导致数据错误、页面崩溃、服务器宕机，但不可能凭空把一个阳寿未足的人接到地府来。这就像外卖软件 bug， 顶多送错餐，不可能把人送到火星去，除非有人故意为之。我要查清楚。产品经理的直觉告诉我，这里面有鬼，字面意义上的。还记得我吗？加班猝死那个，你还没还阳呢？快了，我想查一下我的档案。查档案？我想知道当天是谁接的我。这个不太方便，涉及隐私。哎，你等着。找到了，当天负责接你的鬼差叫什么？奇怪，名字被涂掉了。涂掉了？对，看不清了。备注写着已调移。调到哪里了？没写。名字被涂，人被调走，这不是 bug， 这是有人在山库跑路。丫头，这事儿不简单。我也觉得。你想想，谁有能力调走一个鬼差，还能涂掉档案？至少得是阎王级别的。对喽，秦静，我没说，你自己猜的。我一个卖汤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我告诉你，秦静手下有个心腹判官叫周全，这人专门帮秦静干脏活，什么篡改生死簿、提前收魂、伪造档案，只要给钱，什么都干。地府也有这种人？哪儿都有，阳间有贪官，阴间也有。这个周全现在在哪儿？还在第一殿当差呢。不过这人胆子小，嗜赌如命，只要吓一吓，肯定什么都招。谢了，婆婆。周全，等着，姐来找你算账呢。你是说有人故意把你弄死，接到地府来？我怀疑是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跟秦静有关。秦静确实想吞并第五殿，但他没必要对阳间的人下手，除非你在阳间得罪了什么人。我生前做婚恋 app， 之前接了个大单子，给一个权贵家族做定制相亲平台。然后呢？后来我发现他们想用平台违法乱科，我拒绝了，还把证据交给了有关部门。那个家族姓什么？好像姓秦。秦静在阳间有后人，是个大家族。周全每天这个时候会从那个门出来，去前面那条巷子里赌坊。他赌得很凶，嗜赌如命，欠了3000两冥币，到处躲债。那就好办了，欠债的人最好对付。沈姑娘，你以前真的是产品经理？怎么了？我觉得你更像讨债公司的。产品经理和讨债公司有什么区别？都是催人干活的。来了，那就是周全。今晚手气好，赢了500两。周判官，这么晚了数钱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干了什么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2个月前，有个叫沈露的阳间女子被错接到地府，是你安排的吧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我去问问秦静大人，看他怎么说。就说周全把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别去找他，他会杀了我。那你老实交代。是秦静大人指使的。说清楚。秦静大人在阳间的后人被一个叫沈露的举报了，损失了几个亿，他们恨得牙痒痒，花重金买通了我，让我提前收沈露的魂。怎么收的？我篡改了生死簿，把沈露的死期提前了30年，然后安排鬼差去接。我的死果然不是意外。证据呢？是什么证据？秦静指使你的证据、密信、转账记录都拿出来。你不拿，我现在就去找秦静，说你把他卖了。你猜他会怎么对你？我拿，这是秦静大人给我的密信，还有他后人打过来的冥币转账记录，我都留着，想着万一哪天出事了还能保命。铁证如山。等等，你答应我什么了？很好，周判官，你很识相。我什么都没答应你啊。你耍我？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老实待着，我不会供出你。但如果你敢去给秦静通风报信，够了。够什么？够把秦静拉下马。明天我带你去见丰都大帝。
好。怕吗？有点。不用怕，有我在。王爷，你这句话是白锦教你说的吗？不是，那是画瓶子里学的。我不看画瓶子。那你怎么突然会说这种话了？自己想的。这个直男好像有点开窍了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原来地府这么有钱。武殿阎王江渡，你说有要事禀报，是何事？启禀大帝，臣要状告一殿阎王秦敬违反地府铁诀，私自干涉阳间生死。告秦敬？他疯了吧？殿阎王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有好戏看了。江渡，你血口喷人！我有证据，这是秦敬指使手下判官周全提前收取阳间女子沈露魂魄的证据。沈露阳寿未尽，却被强行带到地府。秦敬，你有何话说？大帝明鉴，这是栽赃陷害，证据都是伪造的。伪造？密信上的私印是你的吧？私印可以仿造，那转账记录呢？从你后人的账户打到周全的账户，时间、金额备注清清楚楚，这也是仿造的。这是周全自己干的，跟我无关。沈露，你来说。启禀大帝，我生前是阳间的产品经理。产品经理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阳间的新职业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被举报了秦敬后人的违法行为，被他们怀恨在心。他们花重金买通周全，篡改生死簿，提前收了我的魂。这一切都是秦敬在幕后指使。一派胡言！你一个阳间来的野鬼，有什么资格指证我？我有证人，周全判官，请进来吧。周全，沈露所言可是属实？属实，都是真的，是秦敬大人指使我干的。他给了我5000两冥币，让我提前收沈露的魂。密信是他亲手写的，上面有他的印章，我都留着呢。他还说事成之后再给我5000两，结果呢，到现在一个子儿都没给，我还欠着赌铺3000两呢。这货不但招了，还顺便讨债，人才啊！秦敬。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阎王不得干涉阳间生死，这是地府铁律。你身为一殿阎王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来人，将秦敬革职查办，打入无间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江渡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无间地狱里没有信号，你放不放过我都一样。周全，从犯。判入拔舌地狱500年。大帝饶命啊！我是被逼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拿了5000两冥币，还敢说自己是受害者？可是他还欠我5000两没给呀！赶紧给我拖下去！我的5000两，我的5000两啊！沈露在。你本是阳寿未尽之人，被奸人所害，流落地府。如今沉冤昭雪，你可以还阳了。现在就可以？3日后送你还阳，按地府规定，额外补偿你50年阳寿。50年，加上本来剩的阳寿。够活到100多岁了，我应该高兴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空落落的。王爷，你走这么快干嘛？赶着去投胎啊？阎王不用投胎。那你躲我干嘛？没躲。没躲？那你看着我说话。我3天后就要还阳了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一路顺风。就这？注意身体，别再加班猝死了。还有呢？没了。我问你，你帮我在判官面前撑腰，是因为方案有道理吗？是。你在大殿上帮我讨公道，是因为地府法规吗？是。你昨晚说有我在，是随口说的吗？我不想让你走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不想让你走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活了800年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会想你在干什么。你在的时候，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要走了，我心里很什么？很堵，像是吃了一块石头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江渡，这叫喜欢。喜欢？对，你喜欢我。喜欢是这种感觉吗？差不多吧。那我确实喜欢你。你就这么说出来了？不然呢？你不是问我吗？那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他吗？好像是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江渡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问。地府加班吗？不加。
双休吗？双休。有年假吗？有，每年30天。有五险一金吗？地府没有这个，但有寿命补贴。什么补贴？在地府工作满100年，送100年寿命。这么好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不走了。什么？我说我不走了，我留下来。你确定留在地府就不能还阳了？我知道。你会变成鬼。地府的正式是编制，不算野鬼吧？不算。那不就行了？江度，我上辈子加班猝死，本来以为是最倒霉的事，现在想想好像也没那么倒霉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不是猝死，我就不会来地府，不来地府就不会遇见你。沈路，今日是你还阳的日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启禀大帝，我不想还阳了。哦，为何？启禀大帝，臣想聘沈路为第5殿首席顾问，请大帝恩准。首席顾问是。沈路在第5殿改革中功不可没，臣希望他能留下来，继续为地府效力。只是首席顾问，没有别的。还有，臣想娶她为妻。 800年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那姑娘就是那个临时工，厉害了！霸道阎王爱上临时工的我，这是什么逆天剧本？好，准了。赐沈路地府正式编制，封为5殿首席顾问。至于成亲的事，姑娘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，择日完婚，地府上下5天同庆。